iPhone 14的10个最大改变。大家好，我是苹果爹。那我们又来了，大概每个月，有时候我会忘1-2个月一次的 iPhone 14的消息总整理。那现在已经越来越接近 iPhone 14的发表会，应该就是在下个月初到下个月中的时间。关于整个发表会发表的产品，我们会在另外做一集来慢慢讲，说里面可能会有什么东西。但今天这一集我们就先来整理目前我觉得很多人在讨论的 iPhone 14里面10个比较吸引人或者10个比较大的亮点。那如果你们喜欢这类影片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那我们就开始吧。那首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型号里面，今年首次会加入了 iPhone 14 Max 的这个尺寸。那其实它也不是什么很新型的手机啊，大致上把它的尺寸想成跟现在的 Pro Max 一样，可是在一些规格上面啊，相机啊，或者前面的萤幕的这些硬体规格配备会比较接近先前的14，或者我们先前讲的13系列。那就是我们先前有可能13 mini 这2只手机，那现在因为 mini 的销量不怎么好，所以我们今年应该大致上98%确定不会有 mini 这个型号。那以后将来会不会有 mini 这个型号，可能会以其他比较中阶、低阶的这个款式推出，这个目前还不确定。所以喜欢小手机的人，现在可能就要赶快去抢13 mini 这个型号。那关于 iPhone 14 Max 这个新的型号呢，我们可以说它的萤幕应该就是跟 iPhone 14 Pro Max 会是一样的，可是在前面的地方它可能不会配上这么高规格的，不管是前视镜头啊，或者前面 Face ID 的部分。那在背后相机的规格呢，也不会配合到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的今年相机的一个大升级。所以整体来讲呢，它是走一个比较中阶的一个新手机款式啦。那我觉得对先前可能想要大手机、大萤幕、大电池、续航力什么等等的人，不想要买到最高规格的人，今年就多了一个选择。那我们就来拭目以待，看看说今年他们配上的这样的配备，推出这个新的型号，销量会怎么样 ？OK， 那第二个亮点应该就是在这个处理器的部分。那苹果目前在处理器的这个市场，其实还是算是称霸的齁。那我们大家都每年都期待说他们在推出新的处理器的时候，实际上的表现会是怎么样？那更尤其呢，今年我们刚刚有说到嘛，会有14 Max， 然后14 Pro Max， 那这2个型号会真正把它拆得非常非常开。那据说处理器就是一个他们区分的方式。那现在目前消息讲到是说14跟14 Max 里面所搭配的处理器会像是今年的 A15 处理器，但是它可能是一个完全解放的版本，或是加入一些新的功能的版本。但它整体的表现跟去年的 A15 不会有太大的差距，但还是会有其他的地方可以让它表现更好了，像是更好散热啊，或者里面更好的记忆体什么等等。那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会讲到。那所以呢，苹果会不会真的把这个系列比较中阶入门的系列里面放进 A15， 或者说放入完全解放版本、新版本的 A15 的时候，就把它叫为 A16？ 那可能14 Pro 跟14 Pro Max 里面就放入 A16 Pro 或 A16 Max。那这个完全就是可能有点颠覆我们先前对这个处理器型号这个感觉进步的这个方式。那他们可能会尝试说，或许处理效能相当或差不多，可是绑入一些新的功能，用一个新的型号去称呼它。那或许其实消费者对这方面不太会有太大的感觉。那其实在使用上面，我们也不太会担心说这样的配置方式会造成实际使用上有什么不便利啦。因为其实现在的效能其实都非常非常强。那某方面呢，对真的像我们这种很在意或是很去关心里面使用什么处理器，是不是新的世代的人，反而会吸引更多这一类的人去买到 Pro 等级的这个机种。所以或许这个也是苹果第一年来尝试一下说，这样的玩法这样的市场区分对销量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好，那第3个大亮点吸引人的地方，我觉得就是在相机。那常看我影片的人都知道我很在意相机的这个规格或是它的表现。那其实苹果的相机也是说它里面使用的规格很多年来它就是在这个感光元件上面的进步啊。可是我们讲到画素上面，它其实都还是维持在1200万画素。那据说今年他们真的会在主镜头里面升级到4800万画素。那这个据说有很多原因，可能就是刚好慢慢跟进其他厂商的规格啊，那或者是有人说他们可能会加入 8K 的摄影。那这个部分呢，苹果会不会真的在这一次放入 8K 的摄影？那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嘛， 8K 的录影它所要占的容量非常非常大。那容量大是一个问题，那到底有多少人真的需要在 iPhone 上面使用 8K 去录影？那另一方面我们要想回来说，以它现在的传输速度，那以目前他们在 iPhone 上面所配置的 Lightning， 他们的传输速度还是卡在 USB 2.0 左右。然后你又想要解放 ProRes 这个规格的话，但是档案量可能一支就算1 TB 的 iPhone 也录个几分钟、几十分钟就差不多了。所以这个方面呢，我觉得有没有或是不是一定要有，我觉得还好。但是4800万画素的这个
感光元件，在你平常拍照的时候就会非常有感。那不一定说你产出的照片需要是4800万画素，那你可以在截取的时候是4800万画素，那最后在产出来的时候，可能一般人使用，为了不要占太多的容量，可能就是1200万画素的照片。那可是不管怎么样，只要把这个感光元件升级放进去，然后再加上这次 A16影像处理的效能，我相信我们应该会在整体拍照的表现，那甚至摄影的表现看到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但这个主镜头的相机规格会不会下放到我们说入门机种14跟14 Max？ 我觉得以苹果上一代13代的这个玩法，我觉得不太可能。那可能会保留这个亮点在 Pro 系列上面，但是呢，14跟14 Max 也不代表说它的相机会不好。那其实我们在13它的超广角镜头是不能对焦的，因为它是用先前12 Pro 系列的嘛。那这一次如果说14跟14 Max 是使用13 Pro 跟 Pro Max 系列的这个主镜头跟超广角的话，表现会不错。那至少它也在超广角的地方也加入了可以对焦的功能。那这样对一些竞拍的摄影来讲，或是微距摄影都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的预期还是它最好的规格应该还是保留在14 Pro 跟 Pro Max 上面。那第4个最大的亮点也是在镜头的地方，那就在前置镜头。那这一次我们终于会在前置镜头看到一个非常大的升级，因为其实前置镜头可能或许不是那么多人心里很在意的，可是随着现在越来越多人可能习惯用前置镜头自拍啊，或是拍摄影片啊，不管是拍你 IG 的限动啊，或是 TikTok 什么等等，那其实大家都习惯说看着荧幕对着镜头去拍摄齁。那这一次呢 ，iPhone 终于要在前置镜头上面做一个很大的升级。那不只是可能感光元件上面的升级，那现在比较确定的就是它镜头镜片本身会有个升级，那还有它的光圈也会加大。那更重要的呢，就是加入对焦的功能。那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到目前为止呢 ，iPhone 的前置镜头都还是一个比较泛焦镜的方式，可能一定距离到它之后都是准焦的。那通常用这种方式的镜头，像是先前的超广角镜头，也是一直用这种方式嘛。那现在终于要加入这个自动对焦的功能，那势必可能是因为它的光圈变大，感光元件变得比较好。那这样的进步呢，要做成泛焦镜，自然就会比较难嘛，因为你有增大的光圈跟增大的感光元件，所以因为这样加入自动对焦的功能也是非常的合理。那这部分呢，我也是期待看到，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常，其实蛮依赖 FaceTime 啊，或者这种视讯啊，或是像我刚讲的拍影片嘛，那终于要在 iPhone 上面看到这个前置镜头的升级。那是不是整个系列都会下放？这目前还不太确定，是不是只有在 Pro 系列？那我当然是期望说，这个是那么多年没有升级的功能，应该是在整个系列上都要有。可是我们又要看苹果会不会用这一点当成其中一个大卖点，然后吸引更多人去买 Pro 系列。那我们到时候就来看看吧。第5个亮点呢，这一点算是比较确定，因为现在目前在 iOS 16的 Beta 里面都有看到。那是不是当下就会出来？我认为如果苹果做到的话，一定会在发表的当下就出来，因为这个也是大家期待多年的功能，这个就是水显萤幕。那水显萤幕呢，这个或许啦，可能在其他阵营的人对这个有点见怪不怪啦，可是在苹果来讲，先前除了在苹果手表上面，在手机啊、平板上面都还没有看到这个功能。那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去显示说，这个功能现在是放在 iOS 16里面。那以目前的机种看来，我们看可能13、12什么等等，这些旧型的机种是不是也可以支持水显萤幕？其实硬要的话是可以，因为可能在13 Pro 系列，他们有这个自适应率的萤幕，因为其实这些旧型的自适应率萤幕最低可以到10 Hz 嘛。如果硬要让它说有水显萤幕在上面，也不是不行，因为其实其他 Android 手机也有这样做过。可是当然这样使用方式就会比较耗电。那以苹果而言，他们对这个电力拿捏的这么紧的这个一贯的方式来讲，我就觉得不太可能下放。那另一个我觉得不太可能下放的点是说，如果这个是一个苹果第一次拥有一个很大的卖点的话，合理来说，当然也是把它放在新手机，尤其是 Pro 系列上面，会是一个行销上面、销售上面，或者他们产品线的区分上面比较合理的一个做法。那现在在它锁定画面有更多的小工具可以使用来讲，有水显萤幕又显得更加的合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今年很期待的功能之一。OK， 那第6个，我觉得这一次iPhone 14的一个大亮点，就是在他们里面记忆体的整体的升级。那首先现在消息传出来是说，整体14系列都会配置到6个 GB 的记忆体。那这个跟先前的一般的入门系列只有4 GB， 然后 Pro 系列有6 GB 来讲，这个就是一个整体的升级。可是里面他们使用记忆体的规格也会不一样。那据说呢，至少在 Pro 系列上面，他们使用的记忆体会是到 LTDR5。那这样规格的提升呢，相比先前 iPhone 13上面所用的也是6 GB 来讲，它在整体处理速度啊，还有在平常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其实都会感觉到它的处理效能跟它的速度的进步。那当然跑分是一个部分，那实际上使用的话，他们说应该至少可以得到15%到20%的提升。那这个我们到时候再来
实际测试看看、使用看看会不会有些实际体验上的差别。不管如何啦，这个对大家先前很不喜欢这些关后台啊、闪退什么等等的问题，相信能得到更好的解决。那这些呢，即使是在可能入门系列14跟14 Max 上面，就算他们使用的是 LDDR4X， 就是像 iPhone 13 Pro 跟 Pro Max 使用的，那它还是提升到了6GB。那平常在使用上，当然也是会更少碰到这些关后台的问题。好，那第7个亮点呢，这个就只有在 Pro 系列上面，就是他们这个前置萤幕终于换成这个惊叹号。那很多人可能觉得说，这个应该放在前面一点，可是我觉得这个萤幕挖孔这个地方，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终于移除刘海的一个新设计。但是刚刚我们有提到嘛，我个人觉得这个比较大的重点应该会是放在这个前置镜头上面的进步啦。因为如果今天他们在前置镜头上面没有进步，只是单纯的把刘海换成这个挖孔的话，那你在实际使用上的体验就不会有什么差别，就只是萤幕多了一点点可以看到的地方。但是呢，如果结合这样的设计，配上更好的前置镜头的话，我就觉得，这样感觉起来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亮点。那这个惊叹号呢，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有人觉得说，这样的设计到底是好还不好？那有人可能相对说，他们觉得比较喜欢刘海。那我觉得终于看到有一个进步也算是好事啦，只是目前我们所知道就是只有在 Pro 跟 Pro Max 上面会有。那在实际使用上面，目前看起来的比例应该是说，它这个挖孔的地方跟新的刘海比较起来会稍微再低一点点，所以可能上面腾出来的空间会比较明显，可是它可能会再向下压。那这个实际使用上面的体验，我觉得应该会有那么一点点感觉，至少带出去，知道是一只不一样新时代的 iPhone， 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对很多人可能不喜欢刘海或者喜欢有高辨识度的人，我觉得这一次这个升级应该也会吸引蛮多人想要去买这个 Pro 跟 Pro Max 系列。好，那这次 iPhone 14的第8个亮点就是在它的电池容量上面。那电池容量整个系列整体除了 Pro Max 之外，它们都是向上提升。那当然排除掉这个14mini 没有的型号，我们在14跟前一代的13相比也是一个提升。那14 Max 它反而现在传出来的资料里面有更大于14 Pro Max 的电池容量。那在14 Pro 呢也是比前一代大，那14 Pro Max 比前一代小，可是其实不用担心，它只是小那么一点点，非常非常细微的差距。那如果再搭配上我们期待的这个 A16 的处理器，可能会更省效来讲，在续航力上面理论上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进步。那加上现在有传出来这个里面的散热啊，这些新设计、机体的设计都做得更好，那自然在续航力上面我们就可以比较不要去担心。好，那我个人觉得，当然整体的这个续航力的进步是一个很多人期待的地方啦。在14 Max 这个机型呢，你看到它里面的电池容量是比 Pro Max 还要大。那当然它里面本来就有更多的空间，它不用放入最好的镜头，也不用放入那个打孔的萤幕。那这种情况下放入更大的电池是有道理。如果它里面处理器啦，真的是一个比较进阶的 A15，然后它对它的续航力跟效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来讲的话，那这个可能对很多买 iPhone 是为了要打手游、玩手机，或是看影片，或是就是想要长续航的人而言，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卖点。那所以呢，整体这个续航力的提升，或是电量的提升，我觉得会是一个今年蛮大的亮点。OK， 好，那第9个 iPhone 14的最大亮点就是，据说他们今年会使用新一代的这个高通 5G 晶片，那据说是一个新世代4奈米的晶片齁。那这个不管它在可能传输速度上面啊，可能它的接收上面，可能在它的收讯上面，都会相比先前一代有很大的进步。在我现在在台湾而言，我自己是还没有使用 5G， 可是我现在到美国的时候，我是有使用 5G， 可是 5G 其实很依赖你使用的这个电信商它供应的基地台是不是布得够广，或者它使用的这个 5G 的规格是不是到比较高速的规格。那以现在普遍性来讲，可能是 Sub-6 是比较普遍来讲，那我觉得这个整体的速度上的进步一定是有感，你一定会知道说它是比 4G 还要快不少。可是呢，你要去想想你平常现在目前的使用情况，有没有什么你只用4G 的情况下绝对不太够用？那如果有的话，我觉得这样的升级，然后再配上你配合的电信商也要有提供这样的服务的话，那同理啦，你也要去付到这样的月费，你就能享受到这样速度的进步。那这个以我目前认识的人、周边的人来讲，有人有用，可是真的有人跟我反映说，这个让他平常在工作上或是使用上有很大很大的
体验感的进步，目前是还好。以我目前比较主流，就是可能在手机上面看影片来讲，那手机的荧幕也没有到4K，所以我也不太需要去看到太高画质的影片。那这种情况下，以目前的速度，我也没感觉到任何很明显的卡顿。那这个部分呢，不管怎样，它是个升级。那据说里面也会包含这个低轨卫星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其实也已经传了1、2年啦。那这个低轨卫星可能就在一些没有收讯的时候，紧急情况，它还是可以直接使用低轨卫星来做求救讯号，或是发出求救的讯息。那据说这个也会放在新一代的苹果手表上面，可是是不是这一代就会推出，我们到时候再来拭目以待。好，那最后一个亮点呢，就是我自己觉得可能还好，可是这个是蛮多人讨论度非常高的一个亮点，就是新的颜色。那他们在期待的是一个淡紫色，那紫色是一个今年还算蛮流行的一个颜色。我们看到，三星前年推出的这个 Flip 4啊，那个紫色是蛮好看的。会不会说这一次我们在整个可能这个9月、10月要推出来的手机，我们都会看到这个新的紫色呢？那我个人来讲是比较无聊，我都是买比较单调的白色齁。那会不会今年它的紫色推出很漂亮，我反而会想买紫色？那这个到时候再看看啦。那我知道可能在 Pro 系列上面，大家比较期待有一个比较跳或是比较活泼的颜色，因为其实先前在 Pro 系列，我们说可能在11上面啊有这个绿色，然后12有蓝，然后13天枫蓝，然后后来出了一个绿。我觉得紫色算是一个蛮好的介于中间的一个点，它也可以有高级感，它也可以有一个比较活泼的感觉，那就是看他们色调怎么去调到一个大家都满意的地方。那这个新颜色呢，到底会不会是紫色？但到现在这个点，我们也还不太确定。或许苹果最后一秒会改变它的主意，但是我们都知道啊，每一年的惯例就是至少在 Pro 系列会有一个新颜色。那其他的部分呢，不管是白黑或是金的话，可能他们在调色上面会有一点点改变。这个对很多人而言是一个他们决定要不要换机的理由。那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怎么想。OK， 那我们就对，还有 one more thing。OK， 那这个就是充电的 USB Type C。那这个呢，我们到目前为止可能不会看到 USB Type C 了齁。那这个是有点可惜，可是依他们先前在分析说，苹果势必需要换成 Type C 的时候，就是他们在欧盟通过的那个法案。那个最后的年限应该是在明年左右需要做这样的更换的。那今年来讲，他们还有1年，那就是说苹果势必要换的时候，或是直接把充电孔整个拿掉的这可能性，应该他们最晚可以等到明年再做这个决定。今年我们目前所有的消息指向看起来，应该是不会有 USB Type C 在上面。那这应该蛮多人会失望的啦。我自己是有一点，因为其实现在充电线，我要随手抓一个就是 Type C， 可能在我身边比较容易找到 Type C 的线。那不管是充电脑、充 iPad， 其实就算是苹果的，也是用 Type C。我觉得就看咯，或许苹果就是要等到最后一刻，真的需要换，或者直接把充电孔拔出，这可能性都有。那我们不太知道苹果到底他们在想什么，或是说为什么那么多装置都开始换了。那甚至传闻说今年底会推出的这个比较小台的 iPad 也做了全新的设计，那充电孔也是换成 Type C， 所以大致上整个系列非常多都要换成 Type C 的情况下，为什么 iPhone 一个这么重要的装置反而等到现在还没有？这个我就不知道怎么讲了。OK， 好，那你们对以上这10点，你们有什么想法都欢迎在下面留言，或是你们有什么觉得其他的更吸引你们的亮点是我没有讲到，都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可以去讨论。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